2084年，所有的意识都能被编程，比如人人都渴望的爱情，就可能在意识中被生成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，爱情还是真实的吗？你会相信一个完美的爱情剧本吗？2084年，在这个新纪元里，信息成为唯一值得创造、交换和追逐的东西。有人会问，2084年人类起点的结论是怎么来的？这并不是一张嘴就胡乱说出的一个数字，所有的结果都来自数学计算。2084年真的是人类的起点之年吗？有关这个超级宏大的未来思考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要回溯到38至42亿年前，原始地球的海洋中有一种能量在缓缓地驱动，在一个人类未知的神秘作用下，海洋中产生了第一个 RNA 分子。这是生命的起点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也是信息进化的起点。生命最大的目的就是记录信息。没有生命的地球能不能记录信息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岩石同样可以记录信息，比如地层记录了地球从诞生以来所有的磁场反转，来自外太空的陨石带有不同的化学同位素，这些都是信息。但是岩石记录信息的能力太低效了，因为岩石不会自我复制，它只是被动地记录着信息。RNA 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奇异物质，生命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将信息嵌入到了自身的物质结构里，使信息能够被复制、修饰和选择。生物一代代演化，只有适者能够生存。活下来的生命不但将生存信息都保存在了 DNA 里，同时也记录了地球及宇宙环境的变化。大约在35到38亿年前，原核生物出现了，地球进入到信息大爆炸的时代。代表性的生物就是今天遍布地球的细菌与古菌。原核生物的数量极其庞大，据计算，在35到38亿年前，地球上的原核生物总量就达到了10的30次方个，这个数量已经多到了无法直观的想象。原核生物群制造的信息来源于 DNA 的突变， DNA 每一次点突变都可以视为一次新信息注入。单一碱基有4种可能，一个比特是一个2元选择，0或1，所以一次替换会带来以2为底的 log4 等于2个比特，约等于 0.25字节的新增信息。那么全球生物因 DNA 点突变产生的新增信息量约在10的17次方到10的20次方 GB 每年。此后的35亿年里，真核细胞、多细胞、陆上生态、脊椎、灵长类动物与智人都可以看成是这条信息河流中越来越复杂的编码。真核生物的数量远远小于原核生物，比如成年人体内的细胞总数约为30万亿个，但是人体内的细菌总数约为38万亿个。人体内的细菌比细胞都多，所以直到今天，地球上每年由生物突变产生的信息量仍然保持在10的17次方到10的20次方 GB， 上下浮动1到2个数量级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即便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今天，我们每年产生的信息量都远远的达不到这个数量。恐怖的大自然在38亿年时间里一直在创造海量的信息，这些信息的真正目标就是催生出智能。大自然的努力终获成功，在距今25万至40万年之间，智人出现了。时间来到10万到20万年前，一种称为 FOXP2 的基因固定在了智人的种群中。这个基因表明智人已经具备了语言能力。一到夜晚，智人就开始围着篝火讲故事。语言是上天馈赠给人类的礼物，语言的本质是一种高效的信息传输方式。非自然的信息流开始在地球上大量的涌现。此后，信息不再依赖基因突变，而是通过语言和学习快速的复制、创新和传播。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·道金斯将这种文化层面的信息流称为魔音，以此来区别于自然界的基因。语言出现后，人类的想象力突飞猛进，最著名的问题出现了，大家可能都猜到了，那就是
人死后会去哪里呢？距今10万年左右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，在全球各地的人类陆续的开始为死去的同伴下葬。这说明智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：死可能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，他们不断的幻想着死亡的秘密。死亡概念逐步的扩展，开始形成灵魂、彼岸、来世、天国、神等等形而上的东西。死亡本身是自然现象，但是可能人类对死亡太恐惧了，所以死亡最先抽象出自然界里不存在的东西。魔音以想象不到的速度飞速发展，人类社会逐渐建立起来。1940年9月12日，法国少年马塞尔·拉维达带着他的小狗在郊外游玩，小狗发现了一只兔子，他一路追着兔子，突然间就不见了。拉维达发现在一堆草丛的下面似乎有一个洞穴，小狗就是跑进了这个洞里。少年心性的拉维达叫上几个小伙伴进入到洞里探险，他们被洞内的图画惊呆了。这就是今天名扬天下的拉斯克洞窟，洞内有超过600幅壁画，内容主要为大型动物，例如野牛、大角鹿、野马等。这是17000年前人类最伟大的画作，动物呈现出不同的角度和动态姿态，表现出古人类的卓越的观察能力和对空间的理解。使用红黄黑色矿物燃料进行阴影和渐变的处理，体现出高超的色彩感知和艺术技巧。拉斯克洞窟的壁画不仅是史前艺术的巅峰，更是信息创造和文化演化的里程碑。这组壁画说明，到17000年前，人类的大脑已经产生了复杂的抽象思维，图像以及其后文字的出现，使信息的创造进入到了快车道。在距今1万年前左右，一个自然界里从未有过的庞大的组织出现了，这是由法律、宗教为基础的巨大信息流整合起来的组织，那就是国家。智人出现后，信息不再只是记录或传播，而是具有了创造现实的能力。人类产生的信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文明的进程完全可以看成是信息转化和优化的结果。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，再到今天的 AI 革命，本质上都是信息处理能力的跨越。这里面有2次决定性的突破。第一次是自然界通过 RNA 遗传进化，最终产生了可以主动创造信息的智人。第二次是人类创造了 AI， 创造了一种通过自我学习、分析、生成和优化信息的机器。RNA 的出现和 AI 的诞生，是信息演化史上唯二的称为奇迹的事件。今天，以人类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造信息链，到底产生了多少信息呢？仅看年流量的话，大概是 1.8 乘以10的11次方 GB。这虽然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，但是与地球生物基因产生的信息量相对比的话，仍然差出了8至9个数量级。这是一个非常反常识的数字。通常大家会认为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人类创造的信息量如此巨大，早就应该超越大自然了。没想到，真正的结论是远远比不上。那么什么时候人类创造的信息量才能超越自然呢？取 1.8 乘以10的11次方 GB 年为锚点，给出3档复合增长率，慢档年增长率为 15%， 中档为 22% 至 25%， 高档为 28% 至 30%。 代入进公式，以 25% 为中位假设，最终得到的数字为超越年等于2084。也就是在2084年，人类创造的信息量终将超越大自然。2084年即为人类的起点之年。38亿年来，地球最强的信息引擎一直是生物突变加自然选择。而2084年，世界将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地球将进入到信息主宰纪元。这意味着进化的主流会从 DNA 转向算法，从自然选择转向人类设计，从生物地球转向信息地球。
这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？下面我会从4个角度，或者说4个维度为大家分析一下。这是一种匪夷所思的变化。第一，进化机制的根本转变。以前生物进化是突变加自然选择，以后的进化就是机器人进化了，变成了设计加迭代。基因突变加自然选择是非常低效的，可能需要数万年才能筛选出一个优良的性状。以后就不一样了，人类智能加算法迭代是有目的的进化，进化的速度会呈指数级的飙升，不再依赖繁殖，也不再受限于碳基的形式。以后硅基、光子、量子生命都会被人工智能设计出来。第二，信息成为第一物质。过去我们说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，是因为他拥有独一无二的 DNA 序列。以后人的身份就转变了，大脑变成了信息的容器。人的身份不再是你是谁，而是你运行的是什么版本的自我。大家联系的时候可能会互相先搜索一下对方的版本，你是 Windows 95呢，还是 Windows 2000呢？第三，地球的主导物种不再是生物，而是信息体。各类 AI、 模拟人、虚拟意识体、智能云等奇异的生命将成为主要的信息交互单元，人类只是信息体中的一员，是其中的一部分。第四，哲学与伦理的终极挑战。如果人只是一个算法，人还拥有自由意志吗？如果人的意识可以被上传、复制、修改、暂停、重播，那么人还是人吗？这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哲学难题。就像节目开头说的，如果爱情可以被生成，爱情还是真实的吗？你会生成一个完美的爱情剧本吗？在算法与梦想之间，什么才是真实的呢？以上就是我对2084人类起点的一些设想。这个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通过计算得出的数据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很多的事情，最具时代烙印的其实并不是东西之争、意识形态这些东西，真正深刻改变我们这一代人的是科学。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上初中时第一次看到286电脑的那种震撼。刚上大学的时候，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西门外有一间网吧叫瀛海威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，震撼感又升级了。再后来是移动互联，直到今天人工智能 AI 的出现，科技进步越来越快，进步的速度在以指数级别的上升，这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，居然是地球38亿年变化的总和。我们多么有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啊！2084年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折叠与展开，折叠的是38亿年间由突变与选择主导的生命进化，展开的是一个以算法与设计为驱动的全新的信息纪元。我们不再等待自然雕刻我们，而是以自身之手重塑人的定义。2084是值得期待之年，很难想象这一年将会把人类送向何方。我们开始制造意义，我们开始定义真实，我们拥有了一切。但我在这里也要为大家敲响警钟，当人类获得了神的力量，却未曾获得神的智慧，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